这是我国最新的一座发射场，也是我国最南端的一个发射场，更是我国第一座滨海发射场。像长征5号这种大型运载火箭，首飞的成功率只有51%，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文昌发射场人做到了。迎高考，助未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银鼎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的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录制现场。首先，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充满了混响和质感。抬头望去，这可能是全世界屋顶最高的一个演播大厅。这个特别的录制现场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在开讲节目当中，有好几位嘉宾都和这里有关。毛万标，毛总，大家都熟悉吧？毛总当时在开讲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让我非常感慨。他说：“哎呀，上你们一次开讲比我们搞火箭发射还难。”还有一位也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胡旭东。胡旭东是当时长征5号发射的时候的01号指挥员。那一次的发射可以说是历经波折，但是最终80后的年轻的航天人顶住了压力，用他们强大的自信，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完美的发射。如果说之前我说的那几位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脚踏实地的精神的话，那么这位开讲嘉宾可能更能形象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志存高远。他曾经在2016年在太空生活了33天。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文昌基地呢，一次都没有来过。以前想呢，能够来文昌，我觉得更多是想看一次火箭发射。这次来文昌是来参加我们开讲的这个节目录制，可能有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能看到我们的发射基地，已经算是满足我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了。各个的发射基地它功能配套是一样的，比如说有我们的组装厂房、检测厂房。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发射塔架是最亲切的，因为发射塔架就是把我们的火箭送上天的起点。雄伟高大的塔架，站在这个塔架上面，真的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因为神舟11号任务已经过去2年了，但是看到这么熟悉的场景，真的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所以我现在非常的迫不及待，期待去再执行任务，而且下一次希望在文昌执行任务。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位开讲嘉宾，英雄航天员、神舟11号航天员陈冬，有请。太奇特了吧，这个，因为平时我们的开讲嘉宾都是从前面，独特的方式。您是真的哦，您是从后面。对。
再次掌声欢迎陈东。谢谢谢谢。今天您是第一次来到对，第一次来到文昌。文昌。对，您的神11是在酒泉。对，酒泉。发射中心对对。到目前为止，好像文昌的发射场还没有承载过载人航天的任务。对。但是据说以后会。我也很期待。对，一位航天员，站在和所有的观众一样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地方。对，确实是这样。但是回望的又是自己在星空中所经历过的33天。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航天员陈东，有请陈东为我们开讲。大家好，我是陈东，一名航天员。很多人都说，我是上过天的人，这个应该什么都不怕了。但是今天来到这里，面对这么多护送我上天的人，其实我还是非常的紧张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兴奋和激动，因为能来文昌确实是我的一个梦想。为什么？因为你们能够这么近距离的看到火箭腾空而起，地动山摇般的震撼，而我唯一一次是在火箭里面，是感受不到的。所以真的是非常期待有机会能够来文昌，亲眼来看一次火箭发射。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好，谢谢。太热情了。我加入航天大队已经8年了在这8年当中呢，我们始终是重复着比较单调的生活，永无休止的训练，永无休止的考验。但是在航天大队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真谛；有一种真谛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所以在我们学习训练中，我们去体会着艰辛。比如说我们的最困难的训练，就是我们的载人航天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这是我们成为航天员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难关，要在1年多的时间里完成30多门课程。最考验人的训练叫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那换一个大家能够听得懂的名字，就是72小时睡眠剥夺训练。就是3天3夜不允许睡觉，而且还给你安排了大量的工作让你去完成。那么还有就是最快乐的训练，就是我们的野外生存训练。这也是为了我们在返回的时候没有落到指定的区域，比如说我们落在沙漠里，落在丛林里，落在高原地区，如何去自救互救这么一个训练。那还有是最累人的训练，我觉得应该是模拟水槽失重训练。我们会穿着舱外航天服在水中进行模拟出舱程序训练。那我们做任何动作实际上是跟服装在做斗争，所以这个训练下来，服装里面会出很多的汗。中午拿筷子，那筷子都已经拿不稳了。那么经过6年的奋斗，我迎来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是我神舟11号的33天。因为神舟11号33天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是我国第6次载人发射就实现了在太空驻留30天，而美国、前苏联都是在近地轨道载人飞行20多次以后才开始进行太空驻留。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句话，厉害了我的国。那么33天对于人的一生来说真的是非常短暂。它就像流星一样，歘就一闪而过。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像一颗恒星一样，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这次任务名字就是空间实验室任务，所以我们参与了多达38项实验。我们当驾驶员，操控飞船；我们当医生，检查自己的身体。我们当修理员去对我们的设备进行维护维修，当饲养员喂小动物，当菜农种菜。我最喜欢的实验就是太空种菜。随着飞行任务时间的不断增长，我们的植物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像植物散发氧气，吸收2氧化碳，它是可以节省资源的。因为我们现在氧气是靠带氧气瓶上去来提供氧气，那么2氧化碳吸收也是靠
一种材料来吸附。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提供新鲜的食物。今年我看到这么一篇报道，人的排泄物将成为航天员的新食物源。我的天哪！以后去月球、去火星，难道真的要吃这个吗？所以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这个蔬菜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当看到我们种下去的小种子发芽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去看看有没有长高一点，有没有变绿一点。这个看得我们直流口水，但是我们不能吃，因为要供我们科学家回来要研究。那么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结果表明，这9颗生菜都达到了可以直接食用的标准。太可惜了，太后悔了。当时没把它吃掉。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太空养蚕这个实验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为了帮助这些蚕宝宝呀克服这个上升过程的载荷和震动，他们给它做成了一个特制的小房间，胶囊式的，旁边是2个小盖子，然后在里面还放上一些海绵。那么我们进入天宫2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我们的小宠物是否还活着。那么我们上去打开盖子的时候，往里看，就发现了那个白白的蚕宝宝，然后把这个海绵往外拿，哎呀，发现它在动，哎呀，真的是挺高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一只蚕宝宝它吐丝了。当时田海鹏师兄就拉这根蚕丝啊，然后带这个蚕在太空中飘飘，这种失重的感觉，跟它玩了一会儿。所以地面网友也非常有才，不是说航天员就是牛啊，我们地面也就遛遛狗，你们太空可以遛遛蚕。回来之后，这些蚕宝宝也都破茧而出，而且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啊，在太空吐的丝，它的丝的强度和韧性是优于我们地面的这种有重力环境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蚕宝宝都在太空吐丝了，那我们的太空丝绸之路，我觉得真的也不会远了。其实33天过得真的是太快了，转眼就到了任务的后半段。因为有一句歌词说得非常好，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其实在上面我觉得可能会更想家，因为你离地球离祖国太远了。所以睡觉之前我都会透过舷窗去看一看地球，看一看我的祖国，找找它在哪里。我们大的城市特别好找，因为灯光很亮很密集。我特别喜欢看晚上的闪电，在宇宙看地球的闪电，它就是一个小亮点，歘歘歘。因为我们在上面的时候看下面，是感觉没人跟我们打招呼的。但是你看到这些亮点的时候，就好像地球在跟我们打招呼，在跟我们做鬼脸，所以那时候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你们说地球美不美？真的是太美了。白天，我们地球海水特别的蓝，白云特别的白，这个有点大实话。但是这2个颜色在太空格外的醒目，因为地球的背景就是黑漆漆的太空，太空的日出日落就感觉那个太阳特别着急似的。刚开始呢，它是有那种美丽的弧线，有一条美丽的弧线，黄黄的颜色，然后太阳开始慢慢露头，露头之后马上就开始变亮。它整个露头出来的过程很短，可能也就不到1分钟的时间吧。等它完全出来之后，这个光线就特别的刺眼，就不能直视它了。那么太阳出来之后呢，地球上就是一半是白天，一半是黑夜。我在上面就看着那条分界线，唰唰唰唰唰，一点一点在移动。我们的地球就像一个大表盘。我在白天也会经常去看飞船的轨迹经过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空的时候，西边下面的山川河流，甚至特别小的这种小镇子都看得很清楚，轮廓很清晰。到了中部开始变得模糊，到了东部基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我回来也经常跟自己说，也跟我周围的人说，地球是家，祖国是母亲，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爱它、保护它、去珍惜它。33天过得很快，那真的要和天宫说再见了。
那返回的过程对于我这个航天新兵来讲啊，我觉得是有点惊心动魄啊。我们的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之后，我们的返回舱会快速的下坠，在它跟我们大气层摩擦的时候呢，会产生高温。那我们返回舱外面温度多少呢？大概有1000多度，就特别像炼丹炉里面一样，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但是我们里面温度还是很适宜的。再说开伞，开伞是比较恐怖的。为什么用这个词“恐怖”？那确实这样啊。首先是伞舱盖，砰一下就打开了，然后我们的伞会被拉出来、张开，好比我们要扔一个东西，快速的扔出去之后，你拿根绳去蹬了它一下，然后那个东西肯定就是没有规则的乱晃乱转。我们在返回舱里就是这个感觉，剧烈的、无规则的晃动。时间我觉得也挺漫长的，就是真正的等那个伞开了之后，我们的返回舱才真正的稳定下来。我们对这个感觉真是又爱又恨，恨因为是真的是挺难受的。为什么爱它？因为就这么一下，证明伞开了，我们安全了。然后就是最后一下子了，着陆了。当返回舱舱门打开，我们被抬出舱的时候，看见我们欢呼的人群，看到蓝蓝的天空，呼吸到那么新鲜的空气，一切让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格外的兴奋，也格外的激动。任务已经结束了，33天很快。有人会说，陈东，你执行了神舟11号任务，那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可以用3句话概括我的感受吧。一个就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是祖国托举我上天，让我展翅高飞，让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我对祖国的回报却真的是这么的有限。33天，地球的引力变得微乎其微，但是祖国的引力却与日俱增，所以我们会特别的想多看祖国2眼。所以在太空我们是看祖国、想祖国，那里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牵挂。所以回到地面，我觉得能够表达我们这种感情的就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那么我觉得第2句话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当我是一名飞行员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战斗机驾驶员，做到对敌目标精确打击，这个是需要我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但是有一项技能我们每天必须反复的练习，深深的印在脑子里，就是我们的飞机如果在天空发生了故障怎么办？首先我们要保全飞机的安全，因为这是国家财产。如果飞机保全不了了，我们要把它飞向无人区，因为飞机就是一个铁疙瘩，还带着有油，落到哪里就是一个炸弹，所以我们要确保人民财产安全，把它飞向无人区。实际上这2步做完之后，最后才会考虑到我们的安全。所以为什么很多飞行员最终牺牲了，不是说他没有机会去跳伞，而是他面对国家财产，面对人民财产，他放弃了。那成为一名航天员之后呢，我们在加入航天大队那一天，我们面对5星红旗，我们宣誓，我们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我想这是我们全体航天员对危险的认识。当然也有人问我们，你们明知道航天员这个职业这么危险，难道你们不怕吗？其实我们和大家一样，也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害怕，但是在祖国利益面前，我们觉得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交换。其实航天这条道路非常的艰辛，前方会有困难、挫折，甚至是危险，但我们航天人却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因为我们知道拼搏的人生最壮美、最泥泞的道路
才能留下最深的足迹。我完成了神舟11号任务，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习主席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呢，接见我们时也说到：“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3步走发展战略前2步已经顺利完成了，下一步就是建立我们国家的空间站。也许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会在上面待3个月，甚至是半年。那需要我们学习、掌握、了解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全体航天员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日常训练中，开始备战我们的空间站任务。而我又回到了神舟11号之前的状态，随时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去执行更为艰巨的任务，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新时代的飞天梦想，向着空间站，向着月球，向着宇宙更高、更远、更深的地方不断起航。谢谢大家。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谢谢。陈东在演讲的时候还说呢，说我从来没有在外边看见过火箭的发射，然后还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想到你们这儿来看一次火箭发射？你们应该说，那什么时候我们也想坐进去？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银鼎教育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上天的时候你爽了，但是回来之后你却哭了，这当中的反差背后是什么故事呢？整个任务结束之后，我的心情还是虽然很激动啊，但是没有哭。就是在进入我们航天大队那个院门之后，就看到我们航天大队所有战友就站在那里等着我们。也看到我的家人，我觉得是有点愧对于家人吧。其实跟大家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觉得是我一个比较丢人的故事，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孩子的幼儿园搞一个亲子活动。哦，那是孩子3年的幼儿园生活，我第一次陪他去参加活动。幼儿园考虑也比较周到，他们给找来一个做糖人的师傅，孩子却是第一次见，他非常高兴，非常喜欢，要买一个。然后呢，老师傅说我要做糖人儿，我手不能接触现金。啊，我这儿有个那个微信的码。哎，对呀，您通过他来付钱。当时拿手机，我心里边发毛，我不会用微信付钱。这真的，我以为是在钱包，因为微信里面有个钱包功能，我在钱包里面翻了半天，我当时汗都出来了，真的是这样。然后老先生也问我你好了吗？我说还没有呢。我当时那个场面就是非常的尴尬。幼儿园的园长他看出了问题，他就说我们这个房间可能信号不好，我帮你付了吧。就这样他才帮我解了围。所以这么多年时间都去哪儿了？你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我觉得全是奉献给了我热爱的航天事业，所以也是一个字值。这么多年，时间都去哪儿了？答案就在你距离地面的高度上。你距离地面有多高，你为它所花费的时间就有多少。谢谢。今天我们在现场还有6位青年代表，他们也都带着各自的问题。李涛，跟你提个抱怨，就是在升11的时候，你们回来那一天，这个所有的这个新闻媒体都说你和金海峰2个人把我的活抢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意思？是我们这个开舱门的。哦，对，我知道，我想起来了，我们把他的活抢了，等于你们自己把舱门打开了。按道理来讲，这个工作是他是活。对，别人跟我说，可能认为你是最郁闷的人那一天，然后我当时就说实话，不郁闷，看到了航天员回来。能够身体非常健康的把自己的舱门打开，说明我们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航天员的状态越来越好。谢谢。
你这个解读的非常精准。对我是从神舟1号开始开仓的，对，每一次都是您打开的，对都是他。就是第一次有人把门自己打开。对。作为一名航天工作者来说，咱们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无人有人，单人单天，多人多天，到出舱，还有突破中期33天，看到我们的一步步的发展。从我的角度来说，你是见证人，而且你的身份很特别，我突然发现，你是历次执行航天任务的航天员，回到地球以后看到的第一个地球人。对。对吧？这是一打开舱门，你的脸就在这。所以到31的时候，我准备的那句话，一直和每个返回的航天员说的一句话：欢迎回到祖国大地。结果被截胡了。但今天啊，弥补他一个遗憾，因为每一次他都准备了这句话跟航天员说，但那一次因为你们自己把舱门打开了，所以今天再说这句欢迎回家也不晚。欢迎你回到家里。又看到我的亲人了。好了。他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也想讲讲开舱门的事儿吧。其实我们返回舱在着陆过程中，它是有一个和地面有一个夹角的，并不是垂直往下落的。所以我们当时砸下来之后呢，在地面弹跳了几次。我们在飞船里面是怎么样呢？是拿那个安全带固定在座椅上的，我觉得是绑得很紧的，然后双手还要交叉在胸前。这样紧紧地扣着来对抗这种着陆的冲击，但是那一下子，我的手，啪一下子就被弹开了，然后脚也被弹起来了。落地之后位置不太好，这个我是大头朝下挂在那儿。哦，就他因为翻滚那个。对，我那个是有一个管子，蹬在那儿了，就是有重力了嘛。哦。这个管子是这样吃着劲儿的抓着了，所以我就一直挂在那儿。然后。景师兄说：“咱们开舱门吧。”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开舱门了吗？他一直倒挂在那儿，很难受。我说：“我说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我也挺好的。”然后他说：“那咱们开吧。”然后当时就把舱门打开了，打舱门就往外瞅了一眼，因为那时候还没人，发现那个铁丝网已经拦好了，也就证明你们已经被发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铁丝网，就是我们那个不是落在牧区吗？就是牧民的牧区之间的分界线。哦，人是给牛拉的，你们以为是给牛？对，当时我们说，我天，这么快，我们居然对不到了。出来之后呢，其实当时就是感觉还是腿上没劲儿，就是基本上被抬出来的啊。抬出来之后，让我们去称重，就是看你从。上天到返回，体重到底减轻了多少？站在秤上我站不住，然后扶着我，但扶着那个就不准了，就只能就全在那儿蹲在那儿，基本上就在那个短时间测了一个重量。这些细节都是我们可能在电视上是很难看到的。最后还是想跟你有个约会，在未来的这个载人航天飞行过程中，空间站任务阶段，我们会平安接你回来。好，一言为定。谢谢。我觉得选您去做开舱门的这个人太有道理了，就很温暖，总是笑容带在脸上。说到这个微笑，当时我们在着陆场这，我还专门练过2天。这个是事实，真实的微笑。您对这份工作真的这种尽心尽职，从微笑到每一句话该怎么跟航天员说，这都是他们的用心之处。谢谢您，谢谢您。张晨，我是一名航天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个业余的漫画科普作者。就包括您的这个神舟11号，还有在这个天上的33天，我都是一直在关注的，也是画了这个一系列的漫画。陈东的脸比景海鹏大那么多吗？对，卡通形象。对，李涛，你也在这上面。铁罐在哪儿？那个应该是你。所以今天其实我这个问题呢，也是想用漫画来展现的。好。因为我知道陈东是第2批那个航天员，然后当时是杨利伟给您面试的，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杨利伟当时面试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
我们都很好奇，航天员面试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问题就是，他首先说，就是航天员是非常苦的一个差事，你有没有决心，如果走，能不能走到底？当时我的回答就是，可能别人把一项工作，当成职业，我觉得职业是什么？职业是用来谋生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可能没把它看成是我的职业，我会把它看成是我的事业。如果我成为航天员，那它就将成为我下一个事业，那我依然会用我的全部力量去把这个事业给它做好。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回答是应该是让他满意的，要不然我也不会站在这儿。之前杨利伟也说过，就是第三批航天员的这个招募标准是发生变化的，有可能后续就会带着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上天，是这样的吗？我们目前马上要招收第3批航天员，因为我们这个航天员队伍需要不断的壮大，来执行后续更为艰巨、更为密集的任务。那以前呢，我们的航天员都是从我们的飞行员当中选的，但是后续随着任务发生了变化，那我们也会相应的调整。就像你说，有工程师，包括我们医学的等等，还有一些载荷专家。载荷专家可能就要是某项具体的实验，他就是权威了。那么选拔条件具体是哪些地方不一样？但具体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具体的参阅招生简章。你想试一试是吗？对，其实我是想说，其实航天是全人类的梦想，就走进宇宙。那我觉得你希望不大，你连招募的募字都不太会写嘛。漫画就拉近了我和航天的这个距离。后来呢是接触了一些科普的东西，然后有机会去酒泉看了这个卫星发射，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就画了很多航天方面的漫画，包括神舟11号，然后包括咱们去年发射的天舟1号，长征5号，我都是画了相关的科普作品的。所以我在想，也许我和你不一定有机会能在此生圆这个航天的梦，但是我在想，也许未来20年之后，站在下一代主持人身边的下一代的年轻的航天员，会在面对观众的时候说：“我是怎么成航天员的呢？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看了一组漫画。”那组漫画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对航天的兴趣。我还记得画漫画的人叫张晨，包括这个孩子可能会说，我们小时候看了一期开讲了，是一个叫陈东的老宇航员给我们讲的呀，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梦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也算是圆梦了。这真的是我坚持下去的一个理念。谢谢。我也画了一组是咱们从文昌发射的一个画面。这当然是这个我的想法，我的梦想啊！而且我相信啊，就是只要是载人登月，肯定也是在文昌发射。所以在神舟11号任务的时候，我就看过月亮，那时候感觉就是比地面看的月亮更大、更清晰。那时候就想过，下一次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月球上看一看。所以这肯定是我的梦想。这也是中国航天的梦想。对。下一位，大老师好，陈老师你好。看你穿的这个衣服，应该是，我是海南黎族人，我叫黄志伟。啊，黎族啊，欢迎你。那么来到海南岛，我想在现场邀请我们2位老师跟我学唱我们海南的黎族歌曲。好，我唱第一句，你们跟着来。好。咕咕喔给咕咕给，不是没歌词啊，感觉。有歌词，久久不见，久久见。这是习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面还专门提到了这首歌，对吧？哇，那应该要学一学。学一下，咕咕不见，意思就是久久不见。咕咕给，久久见，长久的久。来，我们一起啊，3个人一块。好，一块。预备。咕咕不给咕咕给。3个人唱出了3个声部。
很多人来到我们海南岛，第一个想到的城市应该是海南的三亚，再则到海口，还有博鳌，还有我的故乡五指山。五指山啊，中部，海南中部。虽然我不是文昌本地人，但我在这边生活了3年的时间。念书是在这里是吧？对，在这边读的。海南建省30年以来，对海南改变了很多，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文昌市政府资助了海南籍50名考生。在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就读于旅游管理、航天文化这个专业，我呢是50名中的其中1位。哇，航天文化方向的旅游管理。那么以后呢，我的专业呢就是要往航天科普中心做讲解员。就目前的科技领域发展，人工智能发展这么飞速，为什么我们人类还要亲自上宇宙？为什么要进行载人航天？我们的地球，现在我们的陆地是供我们人类所居住。那么下一个是哪里？需要我们人类去走出地球，寻找更多适合我们人类生活的外行星。像你说的，如果人不上，机器人也可以上，它可以做很多代替人来完成很多东西，但是它不能代替人本身这种影响。对。那最终是要我们人类亲自去走出我们的地球，看看你在这种环境下对你的人体到底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你的肌肉骨骼，比如说你的心理。也许人类今天的探索，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哎呀，花了好多钱，一个如此庞大的工程，把人送上太空，但感觉好像眼前没看到什么。对。但是。它的意义肯定会要用更长远的目光去考量。下一位，曾南春。陈东老师你好，小赵老师你好，我刚才听你讲了，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海南的椰子故乡文昌，我特地准备了我们2个刚摘的新鲜的椰子，请陈东老师还有小沙老师尝一下好吗？哎呀，这个不早说。突然发现这个环节挺好的。您是一个科技创业工作者吗？我毕业于海南大学，我们为了获取就是咱们的这些创新和创意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大学呢就成立了我们叫做创想力研习社。然后我们这研习社呢，主要就是研究能够把很多的点子还有创新的一些东西作品做出来。我们的开业期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在课堂上的作业。就是一直卖到现在，也卖了7、8年。但这个原理我觉得并不复杂。其实开业器的原理非常简单，它就是普通的开口器。我们这个用的创新方法叫做类比法。这个我特别想问陈东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也说科技是服务于生活的，那我就想知道，就像我们用类比法，咱们在太空船里面，我心中想了肯定有很多神器，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好，能带到生活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许我们回头把它用到我们大众的消费里面，谢谢。为什么我说航天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下一步的空间站任务，我们的尿液经过净化是可以再饮用的，因为就是这种水净化这个技术，现在用到了大众生活。而且很多其实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技术或者产品，最早都是从太空来，什么微波炉啊、圆珠笔啊，是吧？好像这些东西都跟太空实验有关系。包括最早的太空的宇航员的食品，后来开始慢慢大家吃方便面，原来最早方便面里是没有那种脱水蔬菜的。对，包括现在成人纸尿裤，别笑，大家别笑，成人的纸尿裤确实也是从太空科技来的。对，它是最早为宇航员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发明的。天上的科技和我们地面科技是相辅相成的。原来我们看我们通话都是要有一个有线头带。就是必须要插在舱壁上，那么现在也可以用这个无线头带，那么后续呢，就是空间站入肯定还会有 WiFi，这种都是我们可以把地面的科技用到天上，所以我觉得就像这种类比，会有很多很多种，所以我觉得大把的这种创意和机会在等着你们。下一位，好，一看您是咱们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我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供气系统指挥员刘思，欢迎您。既然是到了咱们家里面来了，那么咱们就得热情的招待。好，现在在我旁边坐着有5位同事，
我想请那个陈东老师，就是根据他们各自的描述，猜一猜他们的岗位、他们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可以。陈老师你好，就是我是在任务当中是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是这种设备检测或者是燃料加注吗？不是。提示一下，可以提示一下。主要是为火箭这个就是他们加注系统这些，我们提供工作平台。哦，你们去检查这个平台，如果完全打开了，你们才能撤。对，我是航天发射中心塔勤系统操作手高鹏。刚才我那同事他的岗位是最后撤离塔架。我是火箭发射后第一个到达塔架的人员，请问2位老师猜一下我的岗位。火箭刚发射完，他是第一个要到达塔架。这是我就已经坐飞船上去了。给个提示，发射场的装备。再稍微详细一点点，好不好？就是火箭是安全的离开了，我们的发射塔架是否安全？平台，我们的平台，包括我们下面的最下面那一层，因为受到这个火焰的高温，看看下面一层是否还正常，是吗？对的。我是航天发射场装备保障总体负责，我叫王亚。发射完了之后，大家都在仰望星空，但我需要第一时间跑到塔架，确认我们地面设备的状态是否安全，然后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可燃可疑的危险点。我确认之后，我的同事才可以靠近塔架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和抢险工作。但那个时候你会很不安全哦，是吧？对，我的岗位也叫敢死队。谢谢。向您致敬。您怎么称呼？薛开创，就是我们每秒看它千百遍，而且逆光还清晰。你们老考一个坐在火箭里面的人，外面发生了什么？我知道，到嘴边每秒看它千百遍，就到嘴边。我们属于那个高速电视测量，就是这个。你到嘴边的是这个吗？就是这个。主持人陈东，你们好，我叫董国栋，我负责的内容大概是就像一双眼睛，然后把图像传送给电视机前的千万观众。这你想想呀，电视直播啊。你是我们台的吗？应该电视信号的一个信号传输吧？对，太专业了，他们找的这几个都太专业了。对，但是这些是在整个上升过程中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它不光有图像，还有数据来监控我们的轨迹是否是正常的。最后一位，小沙老师好，陈东老师好。您能干点简单一点的工作吗？那么刚才的这几位同事呢，都是托举你飞天的。那么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是，既要托举你飞天，还要陪伴守护你飞天。雷达。对，我们是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雷达。我们单位呢是在西沙群岛。西沙群岛，哇！我叫陈俊凡。像就是有一种感触吧，就是说你作为航天员是天上耀眼的明星，但是作为我们绝大部分的航天人，我们都是犹如这个大海里的一朵浪花一样，对吧？默默无闻。即便是我们作为发射场的工作人员，很多人是看不了发射的，但是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守望着你们，希望你们飞得更高、更远、更安全。谢谢。无论是天上的明星，还是海里的浪花，这份事业给你们提供的是一个广阔无比的平台，所以真的很有幸认识今天来自不同工作岗位的航天人。谢谢。所以我觉得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以后一定有机会再来文昌看一次发射，这样我就对我们大家的这个每一个工作，我就会有直接接触，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这个系统太庞大了，对，这是个他们庞大的都在为此做出努力，做出自己的付出。向你们致敬。所以我突然想到，刚才陈东在演讲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说当我们每次看到地球的时候，我们知道地球上是没有人跟我们在打招呼，但是感觉那些闪亮的灯光，那每一个城市都像是地球在向我们发出呼唤。但其实听完我们所有的航天人他们的故事，看到过他们的笑脸之后，我觉得你的判断可能不对。
其实每次当你望向地球，都有无数双眼睛在望向你们，在关注着我，在支持着我。对，志存高远，未来我们一定还会在太空走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但是，无论如何，脚踏实地，我们的根儿，我们航天员的根儿，也是扎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在所有航天人的心里。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也再次用掌声感谢陈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